不是，你每次都是我激动半天，你没事人呐？不，人家都说我是女神了吗？那我可不得端庄一点。困在原生枷锁，等你降落，看你想看另一个我。相遇又错过，把回忆都封锁。心曾被碾碎过，不曾愈合。你眼里的我，倔强又脆弱着，最害怕被冷落。孤傲是我所信的歌，没完结的悬疑小说，在等你织我手，陪我去续写，续写到结局那一刻。那主角是你，也是我，是我。哦，有着同样颜色的魂魄。你是光明里的我，在平淡的生活里品尝惊心动魄。终于有光照向了我，在黑暗角落陪我挣脱枷锁。听说你现在混得风生水起的，钱我都给你了，你还跟着我干什么呀？嗨，不是来找你要钱的。我听说你哥在电视台工作，让他给我安排个工作呗。不可能，入职电视台是要做背调的，你坐过牢。哦，你还知道我坐过牢啊？别紧张啊，你哥要问你，你就说你在路上遇到个朋友，打个招呼。我没你这样的朋友。我说的呢，你最好想一想，赶紧给我安排个工作。我要是有着落了，也就不烦你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谢谢。这谁呀？这是？哦，不认识的，他认错人了。嗯，都准备好了。哎，我咖啡呢？我让你给我点咖啡呢。你自己再点一杯吧。我去下洗手间。睡在你背后，做一个关于你的梦，和你回到很小很小的时候。屋外日晒了很久，你陪着我走了很久，一直走到怎么样了？晚霞盖过你。我还是看不见，我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光。抵过了无数的寒流，是你给了我整个温柔的宇宙。你时刻陪伴我左右，像星星躺在月亮胸口，我们一直走。就这样一直走。
在身后一直有你跟从，保护这一生给你厚重的胸口。你时常轻抚我额头，说你会陪着我很久，直到世界尽头，一起跟海角相拥，在等候，静静和你相拥，相信我们的爱会走到很久。下雨天，所有的忧伤都会随着雨水向我们告别。遇见你时候，不经意露出的笑容，早在我的心头藏了很久。紧握的双手，抵过了无数的寒流，是你给了我整个温柔的宇宙，你时刻陪伴我左右，像星星躺在月亮胸口，我们一直走，就这样一直走，在身后一直有你跟从，保护这一生给你厚重的胸口。还记得遇见你时候，不经意露出的笑容。吹過，遺憾轉又轉，街對面望情侶怨如怨，燈影我寂寥幻覺上演，愛恨轉身卻沒見，霧裏追依稀的你。漆黑將我倦疲，心卻願拼死，夢裏追不到你，多少失意也好，勇往覓轉機，期望你與我共聚，期望冷雨痛逝去，力竭追心中往昔夢。著名主持人何潇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？他跳楼的新闻，当时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大家可能会认为，抑郁症都是发生在人生低谷，或者是在你面对一些重大的创伤的时候。但何潇在他事业最好的时候，也是他很年轻的时候，就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其实这个悲剧是可以避免的。如果何潇在产生心理问题的时候，及时的有心理咨询师的介入，或者是他寻求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忙，
可能现在他还活跃在主持人的舞台上。心理疾病虽然像洪水猛兽一样，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分夸大它的负面影响，我们应该积极的去正视它，去应对它。它就跟我们平时感冒发烧一样，只要我们去看医生，按时吃药，它就可以被治愈。我还准备了一些案例，麻烦帮我发一下。其实像何潇这样的案例，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，这些是我搜索的一些资料。有一些人提早进行了治疗，并且得到了治愈，而有一些人没有及时的得到治疗，变成了悲剧。而做这个节目，其实也是希望普通的老百姓可以知道心理咨询师这个行业，让他们不要排斥去接受心理治疗。心理有问题不代表自己就是一个异于常人的人，其实他就是跟感冒发烧是一样，他只是得病了，他只是需要治疗。继续跟进吧，董事长，您不再看看了？不用了。好。曹总好，曹总好，曹总好。给我安排一下下面的行程。哎呦，曹总。哎呀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啊！不是，我才不好意思，太忙了，太忙了。对，突然给您叫过来，我都觉得有点唐突。没事，内容上的事你随时找我。剧本您放心啊。我们现在在做6到15，我这编剧团队小伙伴都倾其所有了，大家都想把这剧本弄得非常非常好，您放心。哎呀，真的太辛苦你们了。今天来呢，主要还是有另外一个事儿，我觉得电话说可能不是很方便，所以想跟您见一面。你说。做内容呢，肯定是我们这个最擅长也最热衷于做的东西。我在想有没有机会啊，咱们基于这个追凶的这个项目呢，能够跟您的公司能够有多一点的这个合作和学习的机会。比方说，给我们公司留一点投资份额，或者说以这个追凶的剧本费入股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可能性啊。我个人是很支持你这种想法的啊。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有些情况你可能不了解。你们的制片人拿着这个本子和很多公司都签了投资协议，导致现在这个局面呢有点乱。我们为了保证这个项目的独立性呢，正在努力的跟这些公司回收这些份额。但是因为我们还回的入驻呢，有几家公司就恶意的抬价，所以这个谈判呢确实比较艰难。明白明白。还好呢有平台的支持，所以最终这个项目呢还是由我们环辉作为制作方。我个人只是损失了一些利益，当然你也知道，我们环辉能够走到今天，也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能赚钱，对吧？我们对这个行业是有情怀、有要求、有底线。曹总，您跟我外面见的那些制片人和老板都不一样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敢冒昧的鼓起勇气跟您提这样的诉求。我们工作室，包括我本人，只要您能带着我玩就行。而且我一直有一个职业规划，对于我个人，我将来想做一个内容向的制片人，所以还是希望这次咱们能够有一下合作啊。我个人呢是很支持内容团队加入到制作，因为这对我们彼此都是有好处的。但是这个项目的情况你也了解了，真的是没有办法答应你的要求。下个项目我保证答应你的要求。曹总，您预约的航班时间快到了，现在咱们就要出发了。啊，知道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实在是太忙。哎，曹总，对不起，我能不能加您一个微信啊？可以。我扫你。好好好。好了，随时打我电话啊。好好好。感谢啊，曹总，您一路平安。好。珊珊，你不是生病了吗？
然后那个我听别人说了，你在家好好歇着啊，我这是跟甲方对的，回头有消息我跟你说。哎啊，你给我约这儿干嘛呀？这跑进来，我澡也没洗，换了身衣服。这儿啊，菜还多还便宜。对。太能贪小便宜了你。哎，我有个事儿，聊得怎么样？你说跟曹总啊？聊得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同意啊？没同意。可能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太对啊。他是没同意给你投资份额呢，还是没同意给你挂制片人啊？都没同意。都没同意。都没同意叫聊得好啊？哎呀，你不懂。哎，哥们儿，我这在见到曹总之前呢，可能见过最厉害的大佬，就是上次那胡子哥啊，你记得吗？我要加人家微信，哎，人家甩都没甩我，眼睛都没抬。曹总不一样啊，我说曹总，咱们能加个微信吗？曹总人站起来，人主动扫了我的微信，哎呀，感觉非常的好。贾老师啊，您什么时候能把您这副卑微的样子改一改啊？我哪儿卑微了我？人家但凡给你点好处，你就屁颠屁颠跟人走了。那人对我好了，我怎么着？我反手一个耳光扇上去啊！看看，哟，追凶，这祖训啊，项目要启动了呗，还看出什么门道来了？什么门道啊？您这剧本要不发给他们啊，这祖训一发，你看他怎么死的？哎呀，你放心，我不可能让人死啊！剧本快马加鞭写着呢，弄好几个发过去了。快马加鞭是固然重要，但是这个时候你应该给老曹去一电话。我给他去一个电话，说什么？告诉他你的那一份合同必须要加上投资份额和挂制片人这个事儿，如果他不加，这个剧本别发。不行，你不是往我沟里指吗？把我，那我成威胁人家了。不行不行，贾老师，您这个时候不威胁他们，你什么时候威胁他们呀？这个事儿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的事儿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啊，泡澡去啊。追凶项目花费了我团队大量的心血，剧本创作不易，思来想去，还是给您发了这条信息，请曹总再行斟酌我和您提的诉求。这也是我团队以及个人对这个项目的期许和底线，希望能够最大程度上参与到这个项目的制作当中。毕竟剧本是一剧之本，如若不行，只能期许下一次的合作。感恩感谢，期待回复。哎呀，这个干嘛呢？摇骰子。摇什么骰子啊？我发了，你自己看吧。发了？那什么呀？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下午好！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心理健康真人秀节目新约发布会的活动现场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磅来宾，她就是心灵寄托者、最抚凡人心的心灵女神、城市之光刘霞老师，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。
我是心理咨询师刘霞。首先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抽时间来参加新约的这个发布会。那我来介绍一下新约这个综艺节目吧。虽然说它是一个综艺节目，其实它就是把心理咨询师的一天来告诉大家，希望大家在遇到心理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，可以去正视它，勇敢地走出那一步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感觉，突然之间心情不好了，或者是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，一味地憋在心里，久而久之就会觉得非常难过的时候。其实这种时候啊，大家就可以去寻找心理咨询师的帮助，他可以找到一些有效的方法和一些跟你沟通的技巧。新约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行业，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心灵上的安慰。力了，就为了你这一小期节目，又是在网上造势，又是找媒体宣传的。我今天我给你看看，哎，就这条，你看人家，刘霞，心灵寄托者，最抚凡人心，你看看人家网上都怎么写你的，自己看。我今天啊，我一整天我就觉得我浑身都是能量，我没有地方释放，我觉得我太激动了。我闺蜜居然变成了心理学界的大明星。宝贝儿，你要走上人生巅峰了！下分往下分，你看这儿，这条评论看看，刘霞，太棒了，简直是我心目中的女神！你都是人家女神了！你不是，你每次都是我激动半天，你没事人呐？不，人家都说我是女神了嘛，那我可不得端庄一点。端庄，往下翻，好多呢！你看看人家怎么说你，都夸你的。你怎么不接电话？我在博尔曼附近的购物中心，你要不要陪我逛会儿街？喂，你在听吗？行，我一会就到。那个上面和一点点扶持，对，这里。好。傅老板，哎，早啊，傅老板早啊。哎，那我们
老规矩，2杯美式，来，一边请。先坐啊，好，来坐好。小黄，哎，来2杯美式，好。怎么到这儿来接我啊？那个，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，先找个地方走。你的咖啡。那个，就是这一期节目，这个请的嘉宾可能不能按照我们之前商量的思路去找了，就台里给了新的方向。这一期的嘉宾必须是影视行业从业者。为什么呀？那个是这样，这不本来就是个行业传记类的节目吗？每个行业都是一个大的单元，所以一开始我想把这个心理咨询师这个专业做成一个整个的单元，但是这个心理咨询师呢又不属于医学范畴，又冷门，所以台里就认为好像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。所以这一期的主题就不是心理咨询师。对，但是这一期的主题还是心理咨询师，你还是这一期的主题，这是不会变的。夏，对不起啊，哥没本事，所以。嗨，哥说什么呢？没事儿。你刚刚说的这些我也都理解。心理咨询师能走上电视，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行业，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了。一件事能办成。说什么呢？挺好的呀，正好我也可以好好准备一下。我今天换了一家，他那一家上一家给的笋太少了，尝尝这家怎么样？换了一家，那家好吃。那家笋太少了，味道不够正。你尝尝这个。你太暴力了，哎呦！可以啊。哎呀，这个味儿啊！这东西啊，闻着臭，吃着还行。好吃好吃，我就好这口。哥，你等会儿。哎，好冷啊！你看这种公司见什么意思啊？公司见就是当面聊，当面聊是什么？聊细节呀，成了。哎，真的太好了。哎呀，那个进去，冷死我了。那别进，太臭了。哎呀，回头我给你安一个24小时的新风系统，吃什么都没有味儿啊！你别在这坐着，让人看见了跟要饭的一样。快点！哦，还有啊，我上次专门买那根签合同的笔，给我找出来，赶紧！快！太冷了，外面。说出去吃也是你，进去吃的还是你。
哎呀，你等我给你找啊。过来。曹总，贾老师到了。曹总你好。贾老师，坐。哎，好好好。曹总，您签字。曹总，您这儿真好。哎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拿回去让他重写。收到，曹总。曹总，这个地方视野真不错。曹总啊，我给您发那个微信确实有一点冒昧，但是您是真大气。贾老师，哎，你看一下。哎，项目终止协议。我们前面付给你的6级的费用呢，也不会收回。不是，曹总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之前回购那些制作公司份额的事情呢，一直都不是很顺利，再加上有几家制作公司涉及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，平台也好。我们公司也好，无论如何都不会介入一个有法律风险的项目，希望你能理解，明白吗？所以，追凶这个项目到此为止。曹总，我小贾，做这行还是要守规矩的，不然路走不远。我还有事要忙，你先回去吧。曹总怎么说？啊？哎，你别演了。你的套路我现在可都摸清楚了啊！咱俩说好了，公司不管进多少钱，房租一定扣在我手上，这样我才有安全感。房租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别跟我开玩笑。我样子像跟你开玩笑吗？追凶停了。尾款没了，项目黄了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。那房租怎么办呀？我们没有钱了。我哪知道怎么办啊？啊，我脑子乱得很，你不要问我这么多问题。钱的事情，我去想办法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不过珊珊那边我们怎么跟她解释呢？为什么我要跟她解释啊？损失只有她一个人啊。这个项目他写了2年了，一笔稿酬都没有拿到过。哎呀，好了，你真的很烦，稿酬，钱，房租，你就会给我提这些东西。他不是生病了吗？他在家里好好养2天，我正好我也还2天，我谁都不想搭理，别跟我说话了。哥，项目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了？啊，催你个稿。催到天荒地老，稿子一交你2手叉腰，你把我们当戏看呢？不是，哥你怎么了？被狗咬了？你才被狗咬了呢！你再给我说一遍，说，你自己看。这什么意思呀？追凶项目终止协议。看不懂是吧？白纸黑字盖着红章，你看不懂是不是？黄了，写什么破剧本啊？不是剧本怎么了？谁让你瞎改的？我没瞎改剧本，哥。行，你哪来快哪待着去，不要跟你说话。不是，哥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意思还不够明显吗？这么清楚了还不够明显吗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下一个项目我已经接好了。
有本事你就按照甲方的要求写，写不了，你少跟我哥哥弟弟一天叫的亲亲呼呼的，都别跟我说话了。你先喝点水。谢谢。我已经跟曹总的助理说过了，说追凶的编剧正在等他，所以他马上出来接你。编剧之一。好的，那有什么事您叫我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季编剧。我是曹总的助理，我姓秦。你好，秦助理。哎，你好，叫我祁连山就可以了。我们曹总今天没来公司，您今天过来有什么事情吗？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一下追凶这个项目的情况。我们公司已经取消了这个项目啊。贾老师没跟你说是什么原因吗？我知道是什么原因，都是因为我改编的幅度太大，所以才导致了后面的事情。曹总，曹总，这是追凶的另外一个编剧，他想再跟您聊一下剧本的问题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曹总，你好。要不进来聊？好。来点茶。哎，好嘞。喝红茶。我都可以。曹总，这个项目我写了整整2年，可以说是倾注了我全部的心血。罗成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真实的存在，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原因导致他没法在荧幕上出现。之前你们说我改变的幅度特别大，我就想得到一个具体的修改方案，我马上就可以修改好，不要耽误咱们这个项目的推进嘛。我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你和贾珍是什么关系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团队合作多久了？他是我哥，从我做编剧开始，我就一直跟着他。说实话，我没有办法给你意见，因为这个项目实际上已经停止了。过2天我们就会跟媒体发布消息。你知道，一个项目的成败有很多因素，不过你本子写得非常好。我的本子写得好，那为什么还会？齐老师，任何一个编剧团队啊，被停止项目，内心都是很难接受的，这个我们理解。我们公司还有曹总啊，都非常喜欢追凶这个剧本，但是呢，曹总也有他自己的难处，这个得请您。我们公司都很喜欢你的本子。这样吧，我们公司正好有一个警匪的项目，我想请你来代笔。你可以把你对罗成的感情转移到新项目里来，也算是弥补了一个你的遗憾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曹总，这个不可以，我哥不同意，我就不能帮您写。要不然您再跟我哥聊一聊，我哥同意了，我才能帮您写。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团队，他来主外，我来主内，我们就跟2口子过日子一样。这个比喻可能没那么恰当。我们就像那个发动机，如果缺了任何一个零件，都没法转起来，所以必须要我哥同意了，我才能帮你写。我明白。要不加个微信？好。我扫你。谢谢。圆圆，这个是我经纪人的微信，我哥说了，在外面不要让我加对方的微信，留经纪人的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加他了。喝茶。你怎么弄了一个假合同呢？我跟
跟你说话呢，你为什么弄了一个假合同？谁跟你说那合同是假的？我只是把收了钱那页去掉了。你怎么能这么心安理得呢？你让我给他一个交代，钱给银行了，活黄了。我不弄个假合同，我跟他，我们俩兄弟还怎么做啊？你还知道你们俩是兄弟啊？现在已经搞成这样了，圆圆。你要是想咱们三个还是能好好的在一块儿啊，你就赶紧找活干，好不好？你别光顾着在这教我做人，行吗？你以为搞成这样我愿意啊？你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？我还觉得委屈呢。下一个项目我已经接好了，有本事你就按照甲方的要求写，写不了你少给我哥哥弟弟一天叫的亲亲呼呼的。不过，你本子写的非常好。我的本子写得好，那为什么还要？齐老师，任何一个编剧团队啊，被停止项目，内心都是很难接受的，这个我们理解。睡在你背后，做一个关于你的梦，和你回到很小很小的时候。屋外日晒了很久，你陪着我走了很久，一直走到晚霞盖过你额头，紧握的双手抵过了无数的寒流，是你给了我整个温柔的宇宙，你时刻陪伴我左右，像星星躺在月亮胸口，我们一直走，就这样一直走，在身后一直有你跟踪，保护着一生给你厚重的胸口，你时常轻抚我额头，说你会陪着我很久，直到世界尽头，一起跟海角相拥，在等候，紧紧和你相拥，相信我们的爱会走到很久很久。还记得遇见你时候，不经意露出的笑容，早在我的心头藏了很久。